谶纬中的这些神如此众多，而且个个有名有姓，这些姓名是如何确定的呢？柳下惠说，凡是有功于国家人民的，人们都纪念他们，当成神灵来祭祀。其特征有三个。一、社稷山川是人们赖以生活的，因为有功于人民，所以作为神灵来祭祀。第二，前者令德之人也是有功德于民，为了取信于民，所以纪念他们，当作神灵来祭祀。第三，五行是人们生活日用的，九州的名山川泽都是人们生存生活所依赖的，所以也当作神灵来祭祀。总之，谶纬里的神系和祭祀信仰与封建政治和伦理道德有密切的联系，与整个封建意识及民俗混在一起，还未形成独立的宗教意识。它是为现实世界服务的，而并不追求灵魂的超生，也没有一个彼岸世界。它主要受儒家的神道社教和民德归厚的思想指导和影响，所以谶纬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可以说只是民俗神道或广义范围的自发宗教。正因为谶纬有民俗和自发的性质，是真正的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各宗教也都大力吸收谶纬中的某些思想进行宣传。比如在佛教里，现在流传最广的是佛教高僧所做的谶语诗，是举两个代表，比如托为诸葛亮的马前课，这本来是伏击一类的谶语，共有14课，每课代表一朝的兴亡运数。明代白鹤山的老和尚守元在明神宗万历4年即1616年加以解释，人们才明白了这其中的玄机。比如马前课第8课说，日月丽天，起色若赤，绵绵延延，凡16夜。这是指的明朝朱姓的统治传16代而亡。守元解曰，日月为明，赤者朱，有名以待，凡16主。第9课说，水月有主，古月为君，时传绝统，相敬若宾。这是指的清朝。守元解释说，水月有主，清也；古月胡也，胡人为君，代意天数不可羌喻。老僧生于嘉靖10年1531年，今年80有6，过此以后不敢妄议。从顺治到宣统，共经实传绝统。1912年2月，清廷隆裕太后颁布了退位诏书，同时也签订了优待清室条件。溥仪仍然住在紫禁城里当他的小皇帝，只把3大殿划归民国，可谓相敬若宾了。明代黄烈宗的一个和尚也做了14首谶语诗，称为黄烈宗禅师诗，也是预言清朝各代皇帝之事。例如，乾卦占来景运龙，一般六甲祖孙同，外攘初度筹边策，内善无残太古风。这是讲的乾隆。第1句诗里就嵌有乾隆2字，第3句指乾隆的文治武功。乾隆在位60年，传位于其子雍衍，是为嘉庆帝，所以说内善无残太古风，虽父子相传，但可与虞舜禅让比美，故云无残太古风。又比如白蛇当道慢腾光，萧干勤劳一世忙，不幸英雄来海上，望洋从此叹洋洋。这是说的道光。第1句就嵌入了道光2字，英雄来海上指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的雄狮自海上而来，自鸦片战争失败，清廷一蹶不振，养成洋人鼻息，所以说望洋从此叹洋洋。以上引用的2个例子都是据说出自明朝和尚，要不是他们被钟兆鹏先生引用在书里，我是不会摘引的。特别是这个所谓的黄烈禅师诗，可以把清朝历代君主的年号都预言正确，还嵌入到诗句中，几乎不用怀疑此必为后人委托。中国古代的皇帝到宋朝时还会经常更换年号，也只是从明朝开始逐渐演变为一帝一号，但从未规定一帝不可以多号。预言能说中10之5、6就算神验了，但是这种谶语诗却精确到具体的汉字，一字不差，可以断定没有任何预测术可以做到这一点。但钟先生还是把它引用到书中，不加评价，对此我感到无语。我之所以严重怀疑这种藏头诗之类文字游戏的谶语诗，是因为学周易的人都明白一个基本而浅显的道理，那就是得卦容易解卦难。解卦之难更在于从大千万象中
找到可能的某一类项，注意是一类而不是一个。再通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方法，结合内应外应，一步步筛选，缩小范围，绝无可能精确到从年号到文治武功到在位时间这方方面面一字不差的神奇效果。而真正有心的人要利用谶语时，也要看他是如何解谶的。比如隋末道士环法寺以图谶说王世充，环法寺说王世充的这一套，他的理论是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他的方法是用图谶的形式鬼为隐语，先做暗示，再加解释，说明天意。在环法寺的方法里，只有图谶是不够的，只能得出隋炀王朝要被追的结论。为什么非要王世充来做呢？所以他又拿出庄子书里的2篇文章来穿凿附会，发挥为这就是应符。这种映衬方法基本和历史事实吻合，参与其中的各方都要同时做到心知肚明，而彼此愿意配合演戏才成。当然，也有可能是后人为了某种目的，在事后为王世充编造的某种借口。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也介绍过盲目命运观的话题。假如说王朝和个人的命运都是随机而无规律的，天怎么可能对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去预言呢？我们说谶纬是神学目的论，要使用谶语，就必须为你要造的神选出一个合适的目的。这个神是要造反呢，还是要布施呢？然后再根据这个目的去找有哪些可以借题发挥、穿凿附会的谶语图谶。如果实在找不到，那就自己造。比如图谶这一类，还有什么比书画造假更容易的事吗？所以我们不必觉得谶纬很神奇，也不必羡慕这些道士禅师所谓的智慧。这种行为无论成功还是失败，现谶解谶的人都是第一批需要被清除的对象。同理，玩术数的方式扮仙儿大师们如果只是半瓶水去招摇撞骗普通人，这也可称为一种营生。但如果水平真的高到可以映衬、用谶、解谶的程度了，那他的命大概也快到头了。且不说这迷信的人认为他泄露天机必遭天谴，只说这世上有那么点野心的家伙们，谁能容忍这种人活在世上却不为己所用呢？所以在我的所有视频里有一个始终不渝的主题，那就是劝你不要学术数。